这个男人用铁链将一个箱子从房间里硬生生地拖了出来，随后他开枪打爆箱子的底部，一个恐怖的丧尸瞬间就嘶吼着滚落了出来。男人冷漠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在确定丧尸彻底死透了之后，转身开上车便离开了这里。他叫沃克，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丧尸杀手，每天都开车游走在城市的边缘，专门去消灭那些嗜血的丧尸。就在几年前的某一天，一种可怕的神秘病毒很快就吞噬了整个美洲大陆。人类在感染了这种病毒之后，很快就会成为嗜血的丧尸，变得六亲不认，狂暴无比。一时间，整座城市都沦为了人间炼狱，到处都是杀戮与死亡。沃克的妻子和孩子也在这场浩劫中被丧尸所杀。从那之后，沃克便发誓要亲手杀光所有的丧尸，为死去的亲人报仇。这天，小镇的马路正中央突然出现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一名警察连忙下车查看情况，结果却被子弹瞬间爆了头。这时，埋伏在周围的几名暴徒也纷纷举着枪走了出来，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火力交锋。不久之后，几名警员便被全部击毙，仅剩下了小美一人。她被为首的那个大胡子按在车上，眼看就要沦为泄欲的工具了。危急时刻，沃克却持枪赶了过来，朝着这群暴徒就是一阵扫射。在他精准的枪法之下，暴徒们纷纷中枪倒地。沃克捡起他们掉落的武器之后，便准备离开这里，重新出发去猎杀丧尸。而这时，小美却带着那名抱孩子的女人追了上来。她对沃克说，在距离这里1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处人类的避难所，那里面囤有大量的枪支弹药。I promise you a safe place for the night, plus as much food, ammo, and gas as you can carry tomorrow. 沃克听后欣然同意，随即3人便上车，朝着避难所的位置赶了过去。天色渐晚，城市已经慢慢被夜幕笼罩，沉寂了一天的丧尸也开始陆续的外出觅食。很快，他们便盯上了沃克一行人的汽车。小美不断的通过对讲机催促避难所里的同伴保持武装戒备，准备前来接应他们回去。不久之后，沃克便将车停在了避难所的门前，随即下车，朝着身后追来的丧尸不断开枪射击，掩护小美等人安全的撤回避难所内。与此同时，避难所里的同伴也冲了出来。面对眼前这群疯狂的丧尸，他们也只能且战且退。在子弹打光之前，终于安全地退回了避难所的车库内。就在这时，一个蒙面的丧尸首领突然引起了沃克的注意。他本想冲出去将其击毙，但是车库的铁门已经缓缓关上。无奈，沃克只好跟随小美他们暂时退了回去。环顾四周后，发现这个所谓的避难所其实就是一个警局的看守所。老警长将那些没有感染丧尸病毒的幸存者都集中地收留在了此地。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避难所里的物资也消耗殆尽。如果再这么一直耗下去，那么结果只有死路一条。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想办法从这里离开，找到下一个物资充足的避难所才行。也正因为如此，小美等人才会冒险外出巡查。虽然过程中遭遇了一些意外，但是好在仍有收获。小美告诉老警长说，在几十公里外的地方有一架保存完好的运输机，如果大部队能安全地抵达那里，那就可以乘坐飞机离开。可问题是，避难所里全是些老人和孩子，面对凶残的丧尸，究竟要怎么办才好呢？众人再次陷入了争执之中。可沃克却对此并不以为然，因为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想过要离开这里。此次前来避难所也不过是想拿到些汽油和炸药而已。面对沃克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虽说他救了小美的命，但是老警长始终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对沃克保证道，一定会兑现小美的承诺，将燃油和炸弹都分给沃克一部分。随后老警长让儿子大壮暂时将沃克给关了起来。小美思来想去，心中实在过意不去，于是便找到了沃克聊天。与此同时，负责守夜的士兵听到了一些异常，他迅速起身前去查看，却发现声音是从通风管道传来的。然而下一秒，他的身后就突然冒出了一具丧尸。很快，监控室内的大壮等人也听到外面传来的声响，于是立刻带上枪冲了出去。可等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丧尸已经又杀死了一名守卫，并且还在咆哮着继续向前。
避难所里的人们被这一幕吓坏了，纷纷尖叫着躲进了一处牢房之中。可铁门还没锁上，丧尸便张牙舞爪地冲了过来，眼看铁门就要被扒开，危急时刻，有人突然从背后直接一枪打爆了丧尸的脑袋。丧尸被解决之后，所有人又重新聚集在了一起。这时，老警长突然注意到其中一名士兵在刚才和丧尸的打斗中被意外咬伤了胳膊。为了避免丧尸病毒的蔓延，老警长只好忍痛一枪打死了他。第二天一早，老警长便带领众人开始撤离。他们准备从地库开上汽车，趁太阳还没有下山的时候赶到运输机那里去。结果车库的大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无奈，老警长只好带领大家从正门出去。而眼前的一幕却让所有人都傻了眼，丧尸竟然用废弃的汽车将地库的大门给堵死了。看来这群丧尸不仅战斗力惊人，甚至还有着不俗的智商。老警长只好带领大家重新回到避难所，寻找更为妥善的撤离办法。考虑到昨晚已经有丧尸混了进来，大家都认为避难所已经不安全了。可眼下车库外的那些汽车残骸一时半会儿也清理不了，所有人都面面相觑，陷入了沉默。这时，沃克再一次勇敢地站了出来。沃克说，只要有足够的枪支弹药，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去干掉丧尸，其他人也能趁机赶往运输机那里去。可这时，队伍中的光头却告诉他说，丧尸的大本营在一处地下室里，那里常年没有光照，况且丧尸们都睡在一起，一旦过程中将他们惊醒，那么必然是死路一条。沃克听后冷冷地说道，待在这里什么也不做，那和等死又有什么区别呢？众人一番商议后，最终决定采取沃克提出的方案，由沃克带领大壮等人一起去往那个地下室消灭丧尸。小美负责带人去搜寻外部的可用物资，而老警长则坐守阵地，负责保护那些老人和孩子。很快，沃克他们5人便来到了丧尸的大本营外，在击毙了一个正在啃食人类的丧尸之后，他们顺利地来到了地下室。这里沉睡了一大批的丧尸，为了能将他们一网打尽，沃克等人决定在四周安放炸弹。可就在这时，丧尸的首领突然冒了出来，直接咬断了其中一名队员的脖子，巨大的嘶吼声也惊醒了正在沉睡中的丧尸。眼看身后的丧尸越来越多，大壮直接引爆了之前安放好的炸弹，随后几人且战且退，总算是有惊无险地逃了出来。可你仔细看，又有一大批的丧尸追了过来。这时，队伍里光头知道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可能了，于是便主动提议留下来，让沃克和大壮先行离开，自己负责在这里拦截丧尸，为他们争取逃跑的时间。果不其然，丧尸大军瞬间就冲破铁门，蜂拥一般的追了过来。看此场景，沃克拉上大壮便朝着天台跑去，光头则一个人架起机枪，朝着丧尸开启了疯狂的扫射。一番缠斗之后，光头不慎被丧尸咬伤，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于是便主动引爆了炸弹。另一边，沃克和大壮也一路拼杀着来到了天台的位置，这里因为有阳光的照射，所以丧尸们根本不敢靠近。可问题是，逃生需要的绳索此刻还在另外一名队员的身上，然而在经过了刚才的混战之后，他早已不知了去向。就在这时，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了这名队员的声音，原来他被丧尸困在了楼下的一个杂物间里。无奈，沃克和大壮两人只好重新折返回去，准备展开对他的营救。可当他们找到这名队员的时候，他已然没有了气息。大壮忍痛将他身上的绳索取下，可下一秒，这名队员却突然苏醒了过来，张牙舞爪地朝着大壮便咬了过去。很显然，他已经被病毒感染，成为了一具丧尸。沃克也不再犹豫，直接开枪将其击毙。随后，两人彼此配合，再一次来到了天台之上。就在他们准备撤回避难所的时候，大壮却发现自己的手腕被丧尸抓伤了，他的眼睛逐渐变红，呼吸也越发的困难起来。眼看大壮就要沦为可怕的丧尸了，沃克只好开枪打死了他。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沃克顺着绳子逃出来后，便飞一般的朝着避难所的方向跑了过去。与此同时，外出搜寻物资的小美等人发现了一辆可以容纳所有人的卡车。就在大家为此感到高兴的时候，一大群丧尸却追赶着沃克跑了过来。老警长立刻带人朝着丧尸开枪射击，并组织大家赶紧退回避难所内。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混战。
片刻之后，老警长带领大部队重新躲进了避难所的楼道之中。他们用一块铁皮暂时拦住了丧尸们的进攻。这时，老警长才发现儿子没有和沃克一起回来，于是厉声呵斥道：“沃克听后也是十分恼火，他更加不希望看到再有人因为这丧尸而死。这时，一名避难所的小哥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他偷走了汽车的钥匙，准备一个人驾车逃离此地。可很快，他的行踪就被丧尸发现。尽管这名小哥全速奔逃，可最终还是被丧尸围堵在了一个狭长的过道里面。眼看黑压压的丧尸军团就要把自己吞没了，陷入绝望的小哥最终选择了饮弹自尽。另一边，铁皮门也被丧尸们攻破，大批的丧尸迅速的就涌了上来。避难所的人们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朝着丧尸开始了新一轮的射击。卷发姐和帽子哥在牢房门前不断的开枪射杀追来的丧尸，可即便他们枪法精准，也架不住丧尸数量的庞大。他们一路且战且退，在经过一处牢房门前的时候，卷发姐突然被一只丧尸拖了进去。几番缠斗之下，卷发姐开枪射杀了丧尸，可自己也被丧尸咬伤。绝望之下，他不得不选择了自杀。而帽子哥也被潮水般的丧尸所吞没，成为了他们手下的亡魂。另一边，老警长也被丧尸逼到了一处角落。可当他子弹打光，丧尸首领便直接将其撕成了碎片。此时已是黎明时分，微弱的阳光透过云层，在大楼的墙壁上能隐约的看到一些光亮。沃克也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了丧尸首领的面前。3名丧尸瞬间就朝他扑了过来，好在沃克身手矫健，躲过了丧尸的致命攻击，并凭借多年来猎杀丧尸的经验，很快就将这3个丧尸给解决掉了。突然，丧尸首领从沃克的身后冒了出来，他一把拽住沃克，然后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沃克知道用蛮力是不可能打得赢丧尸首领的，于是便起身迅速逃跑，不断地在牢房之间穿梭，可最终还是被丧尸首领扑倒在地。沃克连忙掏出腰间的匕首，朝着丧尸首领便刺了过去。不料这家伙竟然穿了防弹衣，自己反倒被打飞了出去。这时他突然注意到了通往天台的一处铁门，于是沃克拼尽全力朝着铁门的方向爬了过去。丧尸首领也紧随其后，跟着沃克爬上了楼梯。危急时刻，沃克打开了铁门上的门栓，毫不知情的丧尸首领朝着沃克便飞扑了过来，结果下一秒就将自己暴露在了阳光之下，瞬间就被融化成了一滩血水。电影的最后，避难所里的人们在小美的带领下坐上大巴车离开了这里，而沃克却选择留了下来，因为此刻的他对于这个世界早已没有了眷恋，唯一能支撑他活下去的就是尽可能多的去消灭丧尸。于是他发动汽车，朝着未知的远方重新出发了。